我嫁给宋凌云3年，从未对他有过任何猜疑。就算他的秘书将2人亲密的照片甩在我面前，说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，我都以为是误会。直到我怀孕后，他亲口告诉我：“吴念，我们离婚吧，我想给他个名分。”我才如梦初醒。可等我同意离婚后，他却又来求我的原谅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嘟嘟，电话响了几声后，传出机械的女声：“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”我放下电话，看着满桌的菜和餐桌上放着的医院孕检单，微微有一瞬间的愣神。这时候，宋凌云在做什么呢？明明是他出差前告诉我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一定会回来陪我。可现在他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固执地坐在餐桌前，一定要等他。可等到凌晨的闹铃响起，等到满桌的菜毫无热气，他都没回来。我打出一大段谴责撒娇的话，却迟迟没有发出去，因为我发现我俩的聊天页面早就变成了我一个人的独白。阿云，什么时候下班？带我去新开的游乐园玩吧。今天出门看到一条可爱的小狗。阿云，你什么时候才有休息时间？我们才能去蜜月旅行啊！我一直在自我安慰，是他平时要处理的事情太多，所以才来不及看消息。可他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，就算被导师刁难，做实验到半夜都会回我的信息，让我放心。我不是傻子，我能感受到宋凌云变了，他不是在一瞬间改变的，只是我一直不愿意承认罢了。我将冷掉的饭菜一股脑地倒进垃圾桶，又将冰箱里的蛋糕拿出来摆到桌上。这个蛋糕是今天下午的时候蛋糕店的老板送来的。从他手中接过蛋糕的时候，我听到他羡慕的语气：“宋总对你可真好，半个月前就打电话来预定款式。”我笑着接过蛋糕，等关门后，脑子里依旧是老板说过的那句话：半个月前就打电话来预定款式。宋凌云以前是个很古板的人，他说任何惊喜只要不是亲自送到手上，都是没有那股子诚心的。他也说到做到，每次过生日过节都是亲自把礼物交到我手里，所以我才要等到他出差回来才告诉他我怀孕的消息，期待他得知自己当爸爸后惊喜的表情。可现在他食言了，桌上那张单薄的单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，我捡起来，看着上面的文字，不由得笑了出来。我看着桌上的蛋糕，插上蜡烛，点燃。我在心里问自己，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我双手紧握，独自坐在蛋糕前许愿。可等到蜡烛燃烧殆尽，都没能想到自己该许什么愿望。算了吧，反正愿望终究只是愿望，就算许了，也不可能会实现。我想尝尝蛋糕的味道，可是味道太过甜腻。我尝了一口，转头就在卫生间里吐得昏天黑地。啪嗒！第二天中午，宋凌云终于回来了，他神情愉悦，刚刚经历了什么开心的事，完全看不出通宵的疲惫。可在看到桌上残缺的蛋糕时，却微微皱眉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呆呆地看着他，他回过头与我对视，眼神里是不耐烦。吴念，你吃完蛋糕为什么不收拾？我没接话，低头看着手机上的视频，是宋凌云的秘书赵白薇发的朋友圈。他站在一个身姿修长的男人旁边，亲昵地挽着手看日出。配文：爱你的人总是会跨越千山万水来陪你。我和宋凌云是在大学摄影社团里认识的，我们同拍一道风景，交换心得，也常常会2个人一起相约去拍日出。那时候的他开朗、热情，长相出众，
学校里有不少人都是他的小迷妹。当我在宿舍宣布追他的时候，舍友都被我吓了一跳。念念，你没发疯吧？但最后我们在一起，居然不是我追的他，而是他追的我。他高调地在朋友圈晒出我和他在日出时的合照，光影、背景和相爱的两个人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喜欢我，他说他对我一见钟情，说完还害羞地低下头。我看见他红透的耳根，而现在暴露在我眼前的只有他的背叛和我的不堪。我将手机放在茶几上，循环播放着那条视频，双手指紧紧地扣着沙发，指尖泛白。我在期待着他的回答，哪怕他说这个人不是他，哪怕他说只是恰巧路过，我想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原谅他。可他没有，他低下身子将手机拿起，唇角微勾地看着手机里恩爱的两人，转头却对我说出无比绝情的话：吴念，我们离婚吧。我想给他个名分。他的嘴一张一合，毫不费力地轻易说出这句话，而我则怔怔地看着他那张熟悉的脸，全身血液都在倒流，冰冷无比，心脏的抽疼传遍四肢百骸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可能会对我说出这句话？等我肚子里终于开始孕育我和他的爱情结晶时，他却转头告诉我要给别的女人名分。我不愿意相信，任由着眼泪布满我的脸颊。爱我的宋凌云怎么可能会说要和我离婚？我不接受，我也接受不了。我摇着头，胡乱地朝他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。可我怀孕的消息终究是没说出来。他看着我这副样子，叹口气，将离婚协议书放在桌上。你冷静冷静，我先走了。夜晚，我睡在两人曾经温存的床上时，忍不住开始回想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宋凌云开始变了？或许是他公司越做越大，我与他慢慢没有共同话题的时候，又或者是他不耐烦地吐槽新来的秘书笨手笨脚，粗心大意却舍不得辞掉的时候。还有什么时候呢？我与他渐行渐远，而我却没有察觉。徒留在原地的时候，手机里弹出一条消息，是赵白薇专门发给我的。图片里，她靠在男人的肩头，身下是酒店的白床单。这不是她第一次发与宋凌云的暧昧图片来挑衅我，甚至这次她都没再发来任何文字刺激我。可能她也认为自己胜券在握。慢慢滑动屏幕，我看到他第一次给我发来消息时，吴念姐，阿云让我加你。我有些生气他这样的称呼，转头却回想起宋凌云在吃早餐时有时无地提起这位马马虎虎、不知天高地厚的秘书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。第二条消息就在1周后，是一张照片，他趴在宋凌云背上，头歪着，露出甜美的笑容。吴念姐姐，阿云好像不喜欢你了呢，你也别生气，毕竟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气得头发昏，生气的想要去公司质问宋凌云，可我还是忍住了。我想起从前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秘诀就是信任。宋凌云是我的爱人，这一切肯定是有误会的。晚饭时候，宋凌云又和我吐槽起赵白薇，说她没大没小，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叫过她人情世故。我半开玩笑地说，居然这么不满意，为什么还不开除？他沉默半晌，没说话。我想，说不定他是个贫苦人家的孩子，宋凌云包容些也是正常的。后来赵白薇也没再发来消息，想必是被宋凌云骂过。直到今天，他发来与宋凌云住酒店的照片。我想我到底是个多贱的人，才能让自己被别人一而再、
再而三的羞辱而不自知，不过是太爱宋凌云罢了，爱到迷失了自己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照例做了双份早餐，看着桌上另一份永远不会被吃掉的早餐，我不争气的又哭了出来。我逼迫着自己吃下早餐，却又跑到卫生间吐得昏天黑地。我看着自己平坦的小腹，心想，要是你再不听话，妈妈就不要你了。可他却依旧顽皮，无论我吃什么，都能吐得双眼发黑。傍晚，宋凌云打来电话，问我有没有签字，我没接话。电话那边传来娇嗔，好像是在说：“阿云，再不离婚，肚子里的孩子可就等不了了。”赵白薇也怀孕了，这个消息就像个炸弹一般在我脑子里炸开，炸得我浑身上下麻木不堪，动弹不得。我全身僵硬，电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挂断。原来他们早都搞在一起了，甚至连孩子都有了。脑海里不由得回想起1年前，宋凌云压在我身前，跟我说想要个孩子的场景。激情过后，他与我平躺在一起，一同畅想以后有孩子后我俩幸福的生活。我问他，要是怀孕妊娠反应太严重了怎么办？他心疼地把我抱在怀里说，那我一定会陪在老婆身边，给你请医生。后来我俩一直备孕，却一直怀不上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我是不易受孕体质，但可以选择试管受孕。他说试管很疼，不愿意让我受苦。而现在我好不容易拥有了我俩的孩子，他却转头爱上了别人。我预约了医院的人流手术，在出租车上，我抚摸着扁平的肚子，心里不断地给这个还没出世的孩子道歉。胃传来阵阵抽痛，是我3天没能吃饭的惩罚。我看网上的人说，一般的乖宝宝都不会太折磨自己的妈妈，关闭手机，自嘲地笑笑。这个孩子或许跟他爸爸一样，都不想让我好过。我转头看见路边超市门口挂着的横幅，祝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。我低下头看着手机，原来今天是母亲节呀！我给妈妈发去消息，祝她母亲节快乐。她和爸爸离婚后便独自一人生活，从不主动与我联系。想必在她看来，我身上也残留着些许曾经痛苦的回忆。不一会，头像闪烁，谢谢。我好像能透过手机看到她那张冷漠又疏离的脸，是我的妈妈，又不是我的妈妈。孩子总归是幸福的产物，我不能让家庭变成她一生的惩罚。就像我一样，在医院里接待我的是个年轻的女医生，她反复地向我确认不要这个孩子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在路上下定决心的我开始动摇。医生让我在外面的长椅上考虑一下，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我看着走廊上形形色色的人，有孕晚期盼望着孩子出生的父母，也有查出怀孕在门口欢呼雀跃的夫妻。我不争气地想，要是赵白薇没有出现的话，我是不是也能像他们一样幸福？而答案是不行。一个要变心的男人总是能找到各种借口出去寻欢作乐，我怎么会把希望寄存在他身上？转过眼，再抬起头，我看到了2抹熟悉的身影。宋凌云搀扶着赵白薇，像一对天造地设的爱人朝我这边走来。我想逃，却避无可避。无念，你怎么在这？男人眉头紧锁，语气中有些不耐。我的眼神在他和赵白薇之间流转，最后锁定在他俩紧握的双手上，扯开干裂的唇角。宋凌云，婚内出轨，我可以告你。我从没想过我和他最终会走到这一步，兵刃相见。他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愣了愣神，松开了赵白薇的手。无念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说，我会补偿你。他就像说了个笑话，
让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用什么补偿？用他肚子里的私生子吗？我看到他扬起的手和脸上怒不可遏的表情，啪！突如其来的一掌，将我肚子里孩子最后的生路断绝了。头偏朝一边，脑子里像是神经短路，嗡嗡的响。周围人的目光纷纷投来。吴念姐，你怎么能这样想我？我只是肚子不舒服，阿云不放心陪我来检查而已。赵白薇双眼含泪，语气委屈无比，好像我真是那个十恶不赦的坏人。我直起身子，重重地扇了回去。宋凌云的头也像我一样歪到一边，从来没见过哪个小三能在原配面前耀武扬威，真是给够你们脸了。赵白薇惊呼一声，手指指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我朝着他的脸也是同样的一掌。别说什么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了，心疼他不如心疼自己。旁边的人纷纷对他们俩指指点点，原来是小三呢，我还以为是什么恩爱夫妻呢。对呀，真不要脸，还来妇科检查，怕是肚子里有私生子了吧？还找这种拙劣的借口。我没再理他们，转身进了房间，当着医生的面签知情同意书。写名字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的手正在颤抖，等签完才发现，原来是我整个身子都在颤抖。这是我第一次打人，也是我第一次被打。小时候，就算父母再不喜欢我，最恶劣的事也仅仅是冷暴力我，不愿意抚养我。而我爱了7年的男人，说要永远保护我的男人，却给我了人生中的第一掌。我真是瞎了眼。我躺在病床上，泪水从眼睛里不受控制地流出。骗人！是谁说无痛人流不疼的？医生看了看单子，又看了看我，最近有些营养不良，回家后记得补充营养、静养。我点点头，我没回家，我怕宋凌云趁我虚弱，恼羞成怒，对我造成不必要的伤害，也怕他会将赵白薇接回家，让我日日被羞辱难堪。我搬到了以前刚毕业时自己攒钱买的30平小房，那时候我格外想要拥有自己的一个家，不至于被别人抛弃后流离失所。我想要自己给自己安全感。可后来，我因为宋凌云说希望我和他一起创业，便毅然决然地辞掉了自己蒸蒸日上的工作。直到在后来，他和我说希望我能好好休息，将自己托付给他，便将公司全权交给他来管理，自己则回家做家庭主妇。弯弯绕绕，我又回到了原点。我请了个月嫂来照顾我，打开电脑，想要捡起被自己抛弃了2年的工作。刚连上网，噼里啪啦的邮件从邮箱里弹出，是我以前的老板发来的。点进去看，才发现他几乎每年都发招聘信息给我。随着公司越做越大，工资也越开越高，我硬着头皮回复了一封日期最新鲜的不知道失业3年的家庭主妇。老板还要不要？我以为可能永远都收不到回复，毕竟谁也不会愿意招一个几乎与社会脱节的人来公司上班。可晚上我就收到了回信，要，当然要。微信收到好友验证，是我以前的老板，在我离职后手机丢失过一次，后来重新办了电话卡，跟以前认识的人也基本断了联系。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宋凌云几乎是我的全部，我不在乎是否有其他的朋友，而现在我都要重新开始。阿姨煮好饭，有事出门了。不一会，响起敲门声，我以为是阿姨忘记拿什么东西，却没想到开门就看见憔悴的宋凌云。砰！门被我重重关上。离婚协议书在我去医院前就已经签好，去民政局的时间也通过短信发给了他。现在他是来干嘛？报仇吗？
我现在独自一人在家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让他进来只会让自己成为砧板上的鱼肉。敲门声还在继续，隐隐约约还能听到他在喊我的名字。我去厨房拿了把刀，将门的防盗链锁上，将门开了个口子。宋凌云见我愿意开门，眼睛闪过光亮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念念，跟我回家。”我看见了他手里被我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里的孕检单，知道了他的来意，想要动手关门，却没想到他伸手拦住，一紧张，不小心用刀在他手上划了个小口子，瞬间涌出鲜血。我将刀颤颤巍巍地放在远处，转过身看见他的手依旧扣在门缝处，血滴在地上。我叹了口气：“宋凌云，我们之间一定要这么难堪吗？我爱你的时候你出轨，我走了你又不愿意放手。”他没接话，依旧自顾自地道歉：“念念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你先跟我回家好吗？就算知道了我怀孕的消息又怎样？对我造成的伤害永远不可能被抚平，孩子也不会再回来。要是他知道我流掉孩子那天，他还陪着自己的秘书看自己的私生子，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”我将他手指一根根扣开，温热的血流在我手上。奇怪，明明只是一个小口子，却流了那么多血，就像他这个人一样，明明是我这种无关紧要的人，却也流了那么多泪。明明没有那么痛苦，却也要做出这副样子来给谁看？我一边扣他的手指，一边摇头说：“宋凌云，这段感情由你开始，由你终结。我放过你，你也放过我好吗？”眼泪不争气地滴到地上，语气也开始哽咽。为什么你已经和赵白薇有了孩子，却还把我像个傻子一样蒙在鼓里？你走啊，我不想见你。他突然泄了气，门被我重新关上，地上的血迹被我用毛巾一遍遍擦得干干净净，就像他在我生命中的痕迹，迟早有一天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半月过后，离婚日期到了，一早我就坐在民政局门口的铁凳子上等他。一阵风吹过，地上的落叶被卷起，天上乌云密布。这个城市的秋天天气就是这样，黑沉沉的。恍惚中，我看到年轻的我和他领证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。他将我搂在怀里，指着树上悬挂着的枯黄的叶子说：“念念，你知道吗？秋天结婚，说明我们会永远在一起，直到暮年。”我仰起头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。那时候的我是多么希望能和他永远在一起啊！我猛吸一口鼻涕，擦掉被秋风吹出的眼泪。看来秋天结婚的确如同落叶，迟早有落下消融的一天。就像我和他之间的感情，我等他到中午，他才姗姗来迟，身后还跟着个不速之客。我看了眼他们俩，转身进了民政局，填好单子，却被告知30天后再来一次，才能拿离婚证。宋凌云像是松了口气，将结婚证收好。念念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俩结婚那天。我抬眼看看他，又看看不远处站着的人，笑着说：“宋总一定要和我在怀着孕的小三面前回忆曾经的恩爱时光吗？”我看着他一阵青一阵白的脸，大步走了出去。经过赵白薇身边时，我听见他耀武扬威的声音：“我早和你说过，你还不信。”我没理，因为害怕跟他说话会详致。虽然我在家已经适应了差不多1个月的工作，可始终线上和线下的差距还是挺大的。老板说先给我个普通的管理层做一下，作为过渡。老板是个商人，不是慈善家，当然是看到了我身上的价值才会选择我。曾经我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帮手，后来是行业里实力不容小觑公司的创办者之一。一个慈善晚会，
老板说让我陪他参加。我看着镜中好久都没穿过晚礼服的自己，出了神。最开始总是我陪宋凌云去参加各种晚会，可1年前，她却以让我备孕为由，在家休养，身边陪着的也变成了其他年轻的女孩。看着依旧光鲜的自己，在心里笑了自己好几遍，真是个蠢蛋。我陪在老板身后，跟着他四处逢迎，结识人脉。这世界还真是小。没多久，我就看到远处带着赵白薇的宋凌云，借口不舒服，不想与他再有任何交集。毕竟再过8天，我就能和他永远断开关系。可没想在楼梯口处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我居然被宋凌云按在了拐角处。他双眼猩红，额头处青筋暴起，语气却是无比卑微。念念，就算孩子没了，我也不会放手的。打掉孩子的消息，本来也没打算瞒他，现在被他知道了也好。我气急反笑。宋凌云，你当真以为我是你的一条狗啊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念念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他将我完全笼罩在阴影下，我闻到他身上的香水味，和赵白薇的一样，令人作呕。我脑子里突然开始恶趣味起来，抬起头做苦恼样。宋凌云，你一边跟我求复合，一边还带着小三招摇，这是闹哪出？一点诚意也没。他面露难色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，说到底不过是跟我做戏，让你心里好过而已。刚说完这句话，我的手机开始震动，是老板找我。我没再用力，只轻轻往旁边侧了侧身，他便放开了手。宋总，还是别自欺欺人的好，毕竟我失去的是孩子，你失去的可是爱情啊。我哈哈笑了2声，踩着高跟鞋引入宴会厅，身后阴影处的男人握紧了拳头，转身打了电话。周末，我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刷着视频，屏幕顶弹出一条消息：吴总，宋总把赵白薇开除了。发消息的人是我以前的助理，后来我没干了以后，他也就一直跟着宋凌云。紧接着他又发来几条消息，我点开，是赵白薇站在总裁办公室门口哭得梨花带雨，还有办公室其他人幸灾乐祸的视频。听说他假孕骗宋总跟你离婚，结果现在被发现了。我笑了笑，跟他说了句谢谢，没想到他居然是假孕，但总归是相恋了1年的情人，他也能那么残忍。不过也不奇怪，毕竟他对待我这个在一起7年的人，也是照样弃之如敝屣。第2天，我收到一条陌生短信发来的消息，是要和我见面喝咖啡的。可当我看到坐在店里等我的赵白薇时，还是吓了一跳。她穿着不合身的衣服，眼妆糊成一团，泪痕都还挂在脸上。见到我来，他迅速做出乞求姿态：“你放过阿云吧，他根本就不爱你。”我闻言将眉毛一抬：“哦，难不成他爱的是被扫地出门的你？”他顾不得自己的小白花人设，变得张牙舞爪起来。别忘了你也被扫地出门过。看着激动地站起身扯住我衣领的女人，我手指轻轻抚摸着咖啡杯，微笑地看着她。我觉得我以前该是给多了他们笑脸，才让他们如此得寸进尺。温热的咖啡液从她脸上滴下，我掸了掸外套上不存在的灰尘，脸上依旧挂着微笑。我但愿他爱的是你，记得提醒他过几天离婚，别迟到了。一连几天，我都看见一辆熟悉的车停在楼下，我眼不见为净，走上前去拉上窗帘。有时候半夜我都能从没关紧的窗缝处听到宋凌云和赵白薇的争吵声。我拿起手机拨打了物业的扰民热线，不堪的2人被请走。第2天又依旧固执地站在楼下。离婚这天，
看着宋凌云眼睛下面的2大个黑眼圈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原来向来在乎自己外表的人，也会把自己折磨得这么不堪吗？站在民政局门口，他卑微地祈求我能不能不离婚。我微笑地看着他，我问他是不是为了我什么都能做。他焦急地点点头。那便把你在公司的股份也一并转给我吧，这样离婚后你还能东山再起的话，我就和你复婚。男人不可置信地睁大双眼，像是没意料到我会提出这样的要求。原本我便在公司里占有举足轻重的股份，就算离婚后，我也依旧对公司的一些决策做出影响。可现在我狮子大张口，居然提出这样过分的要求。宋凌云是个商人，公司是他最后的底线，在我的意料之中，他没答应。看来他的爱果真不值一提。对比起我的体面，赵白薇可就没那么好过了。当小三被赶出公司，在门口祈求宋凌云的视频还在许多人的手机里疯传时，可以说是名誉扫地。可这个时候，偏偏有人朝他抛出橄榄枝，难免不让人心动和感激。宋凌云见我并不回心转意，便想再次将赵白薇揽入怀，可他并不知道，怀中美人曾经对他浓烈的爱意，早就转化成滔天的恨。伪装是他最擅长的，以前可以变成一朵白莲恶心我，现在便也可以变成一朵菟丝子，将宋凌云吃干抹净。公司的下一个项目便是和宋凌云的公司合作，老板故意将这个单子安排给了我，毕竟我手里有公司的股份，做什么事都比旁人好做一些。再次与宋凌云见面是在办公室里，我看见他身边跟着的秘书依旧是赵白薇，提醒他不要陷入美人坑，他反而却不以为意，只觉我在吃醋，反过来对我说道：念念，只要你现在还愿意回来，总裁夫人的位子还是你的。宋凌云，别以为自己永远都是块香饽饽。站在他不远处，沉默半晌，我突兀地开口问他要不要我手里的股份。他转过头，震惊地瞪大眼睛。现在公司正在他手里被发展得蒸蒸日上，我选择在这个时候卖掉，明显是个不明智的决定。念念，别跟钱过不去。他依旧固执地认为我是在和他赌气，管他呢，反正也早都不重要了。你不要，我可就低价卖给其他股东了呀。我晃晃手里的纸杯，面不改色地回答。见我态度强硬，他低头应下。几天后，我看着手机里的转账信息，不由得笑出声。宋凌云可能在想，我是为了逃避他才跟钱过不去，所以还多赚了好几个零头给我。可他不知道，我正是为了保住钱，才卖掉股份，与他撇清关系。在有些时候，千万不要小看一个曾经被逼上绝路的女人，是我，也可以是任何人。很快，我就听说宋凌云的公司的大单子被别人以1毛之差拿下，而此时我正美滋滋地在新老板手下数钱。老板给我倒了杯茶，3年不见，功力见长。他开始以为是意外，可在一次运筹帷幄的竞标时，被人透露了竞标价，而造成了几百万的损失后，宋凌云很快便开始怀疑在我头上。可我早已3年都没参与过公司事务，更是在半个月前就卖掉了公司股份，怎么看都不可能是我。我这边打消了疑虑，赵白薇那边也自然而然地被他盯上。可是能被他迷惑1年的他，又真的能看穿赵白薇的伪装吗？公司的资金开始周转不开，离职的人越来越多，慢慢的，陪在宋凌云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少，最后只剩下赵白薇。她依旧每日都悉心陪伴着自己的爱人，哪怕他暂时陷入危机，
宋凌云身上的债务越来越重，对赵白薇的依赖也越来越重，公司里的大单子也放心地交给他去做。直到有一天，在楼下咖啡店撞见和竞争公司老板谈笑晏晏的赵白薇时，他彻底崩溃了。赵白薇被他打倒在地，也依旧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曾经打在我身上隐形的拳头，现在也拳拳到肉地打在他的身上。宋凌云来找我，他想要我回公司帮他力挽狂澜，我公事公办，问他能给我开多少工资。在我看来，一个非常正常的举动，却不小心伤害到了他。他不可置信地站起身，举手投足间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随意。念念，我们两个之间只能谈钱了吗？我从包里拿出我和他的离婚证，打开放在他面前，想请问一下宋总，我和你之间不谈钱，还能谈什么？他脆弱的神经被我刺激到，突然开始大喊大叫起来。念念，我知道以前的事都是我的错，只要你愿意帮我，以后我们还可以回到从前。念念，我爱的是你啊，我只是被那个恶毒的女人暂时迷惑了双眼，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。我淡定地站起身，既然宋总不打算好好谈的话，我也没有在这里的必要了。500万！面前的男人突然出声，抬起头看我一眼，我给你500万，只要你能让公司起死回生。宋总说笑了，打发乞丐呢？毕竟当时我那一小点股份都卖了，也不止这点钱呢。我笑着走了，根本没打算帮他，我就是把他当狗逗逗呢。没过1个月，宋凌云的公司破产了，他把所有能变现的东西都卖了，也没能挽救回来，包括我和他曾经居住的房子。3年的努力付诸东流，还剩下一屁股债务。而我和他刚创办公司时，他就是这样，只是背负债务多和少的区别罢了。公司是我和他一起创办的，总不能我走了他还能照样风光吧？宋凌云这才反应过来，将赵白薇告上法庭。可赵白薇早就疯了，从被他赶出公司，颜面扫地时就已经确诊了精神分裂。他又想来找我，可我早都已经辞职。入职这家公司的原因，也只不过是为了报复他罢了。时隔10几年，我再回到海城，听以前的老板说，海城多了个乞丐，疯疯癫癫的在大街上到处说自己以前是个大老板，还有个爱自己的老婆，还有个可爱的孩子。我抬头看看窗外的风景，想起一句话：亏妻者百财不如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